眼下赵本山呢，成了中国名气最大的民间艺人。那么赵本山靠什么出的名呢？有人说二人转，其实不是。赵本山本身二人转的功底啊是真的，可是呢，他还够不上顶级的二人转演员的水准。那么真正让赵本山出名的是小品。那么这个小品是怎么把赵本山捧起来的呢？毫无疑问要靠电视加。那么有人说呢是央视春晚捧红了赵本山，那是在全国范了。其实最早在电视里捧赵本山呢是辽宁电视台。那么赵本山呢很早的时候啊，这个演小品呢，当时还不叫小品呢，演那种拉场戏就演出名了。1985年的时候，辽宁电视台啊就把赵本山那个拉场戏摔三弦给录起来了。结果当时一播的时候火遍全国。张志我咬神仙，一张结嘴，央金边，眼睛不好耳朵灵，捋着棍子我就能爬杆，背到家里人粗爱来算命，我三弦一响就来这儿。当时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看这个摔三弦，这我乐得就笑着肚子。人上代是全有命。后来呢，辽宁电视台又陆续录了他一些其他节目，你比方说什么这个麻酱豆腐，大家还记得，当时也是以春节时候播出的特别节目方式录起来的。你别看我这小样，名头挺亮，姓钟，叫钟法板儿。昨天晚上打了一宿麻将，把我输了够呛，逼得头昏脑胀，累得浑身打晃，干袄拖鞋上炕，有人直敲门框，找我没别事儿，不是做豆腐就是打麻将。那么后来呢，当辽宁电视台呢也在搞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呢，就用了赵本山一些东西，比方说他90年上央视春晚的那个小品相亲，就昨天咱们说到了这个老娘相亲那个小品的，其实2、3年前在辽宁就演过，当时名字叫老友绍新。这个老友绍新呢就上了辽宁电视台的春节节目。这些儿已存盘是无逆不孝，就兴他们年轻人打情骂俏又搂又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所以也就是说，赵本山真正起家，从电视角度来讲，是辽宁电视台最开始力捧赵本山。那么可以说是辽宁电视台把他捧得火遍中3日，而中央电视台把赵本山捧得火面全是这样一个词语。那么赵本山火起来之后呢，他并没有忘记辽宁电视台，每年这两电台之间都有一些固定的合作。我们像这几年大家看到像明星转起来、新笑林的这些，这都是赵本山以一坛弟子打造的节目，尤其体现在每年春节这个欢乐祥和的时候，赵本山作为辽宁省之人啊，面对家乡父老，他每年都要拿出自己精心打造的小品，来让家乡父老过年的时候感受到这种欢乐。所以每年辽台春晚这些年连续，赵本山是年年必参加。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过年打造一个精品小品，我们这创作也不容易。最开始的时候呢，往往一个本子呀，中央电视台春晚、辽宁电视台春晚两家都用。但是后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各电视台呀，从这个21世纪初开始的时候陆续上星，这一上星，你说大家等于我既能看到辽宁卫视，也能看到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不用问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小品在这演过了，再拿到这块了，这个效果就会差一些。所以最近这些年，从2005年到现在，赵本山每年给央视春晚的小品和给辽台春晚小品是不一样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不一样，你一下子就看出来两台春晚的一种不同要求。而且说实在的，我也认为这些年来辽台春晚赵本山的小品很多时候比央视春晚可乐得多。为什么？他审查放得开，他尺度比央视春晚放得开。以咱们比方说从2004年开始吧，赵本山那个时候这小品还是两家共用一个的。可是从那年以后，赵本山小品就走入了给辽台创作一个，给央视创作一个。2004年的时候呢，辽台春晚的小品名字叫租老伴儿，求你帮我个忙呗。啥忙？给我儿子装火机。你儿子咋的了？不是，
就是给我装老伴，给你装老伴啊！给你借20块钱，把这衣服脱了。哎呀，你干啥整？啊，那衣服脱了，大妹子，我可是正经人呐！你这话说，谁不是正经人呐？问你打呀，这花20块钱就把老头衣服的啊，这什么意思呀？说这个儿子呀出国留学了，当妈的呢含辛茹苦啊，开个这个洗衣店什么的，供儿子呢读书。为了让儿子在那边呢能放心，说这头妈已经不再守寡了，我又找个老伴儿，你家后爹对我挺好的。等儿子回国一看，这要露馅了，没办法，这当娘的又租个老伴回来当着孩子的假爹。这样还有爸呢，在屋呢是不？来，结果你也装财在屋了。你看你山难人哩不？哎，儿子回来了，哎，快喊爹！爹，这不我一说这个，我跟你说，我知道这么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春晚不也是这个节目？哎，中央电视台春晚名字叫送水工，故事情节和这个辽台春晚当时说这租老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一开始在辽台演的时候，这里头有些包袱，到中央台就得删掉了。你比方说，这里边说这个几星不我去7星级大酒店啊，这说实话。这酒喝过醉，有一次我上7星级大酒店，5星多两醉，那7星是电视台台标，我们觉得辽宁电视台台标是7星，当时，所以这个到央视春晚人呢明显得拿去，因为这是在央视平台上嘛。还有的俩人，范伟跟赵本山干杯来，这个。干了，哎呀，一过河爱欢，碰杯就得干。你说这样的词儿也不适合在这个央视春晚出现，地域特色太明显。那么到了央视春晚的呢，反而是里边加了很多包袱，这包袱都是其他的导演呐、编剧给往里加了。比方说，我到大酒店，我也是有身份的人，你可以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啊，我就喝这种酒，是啊。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都问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你吧？猜，这个包袱，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些编剧导演给加的。所以说整个这两个小品呢，你看着故事情节都一样，但是在整个构架它做了点微调。原来这回呢是高秀敏先上的，到央视那边改赵本山先上的。为是突出赵本山吗？而且从租老伴谁租老伴？高秀敏租老伴。那么改成送水工，谁是送水工的？赵本山是送水工，突出赵本山。所以他这个小品在这方面做了微调。而且原先演这个小品呢，本来是赵本山打算跟宋丹丹演，那年宋丹丹有点特殊情况，未来所以这么的才跟高秀敏搭档。那么从2004年之后，赵本山开始了这种创作，给央视创作一个。给这个辽台创作2005年的时候呢，给辽台创作这个小品很有意思，名字叫出名。在一个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就说这个赵老汉呢，在水里边把孩子救上来了。那个孩子呢是他同村的一个寡妇的孩子。结果呢，大伙报道这个救人事件、见义勇为事的时候呢，有人给报歪了，说这孩子跟赵老汉还有他妈跟不清不白的。最后的由常建军就谢广坤扮演那个生活问题报的记者来采访，把这事越扯越远。嘿，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以前那些消息全都不对。这小孩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这当时出名这个小品。央视那边呢是那个功夫，就是领的蔡维利跟我这个王小虎上春晚跟范伟演的大胡威的结局。这角呢是这个出名了。这两个小品当时很多人比较一下呢，发现在辽台这个出名比那个要热，特别热的，这里边人也多，而且里边还有王小虎他儿子演的小孩，可以说是3代同堂一起在舞台上演。你好，到这去了。你好，请坐。
这位叫叔叔，叔叔，哎，经理，叔叔好，看见还就请我的，哎呀，伟大的弟弟同志，哎呀，不敢当。所以当时出名这个小品呢，创造了赵本山在辽台春晚开创的独具一格的风格，是什么呢？热闹，哎，而且这里头禁忌少。你同样的一个这个小品，如果你搬到央视，不见得能通过。你比方说这里边有的包袱口、制造笑料的口不一样。你比方说这里边还用上咱们这个国骂是什么？叫他妈的，用这句话，大叔啊。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属实特别的好，公平。非热你吧，这孩子你呀，你孩子，这孩子他妈他叫二鸡的呢，哎，你说明白了，他了，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兴还他妈招兴，哎呀啊！我跟那人。我说孩子，你敢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这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些。我那不口头语吗？啊，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吗？你别这么乱插我行吗？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些啊，孩子，住了嘴呀！这样的包袱咱们一听乐，可是如果你上了央视春晚。认为你语言不文明，很可能就被拿下了。所以从这一点那时候开始就看出了辽台春晚这个审查尺度更加符合咱们东北老百姓的欣赏习惯，跟央视那比呢，它不太一样。那么从2005年开始两面分开了，到2006年的时候，这个辽台春晚很有意思，又推出了一个新小品叫有病没病。这里边的演员赵本山还是海燕演他老伴，再加上赵本山大徒弟，在那个刘老根里演冯乡长那个，哎，在乡村爱情里的演谢大脚的前夫那个可能是不是？哎，李正春，这是赵本山大徒弟。可是后来呢，前几年呢，又不幸因为心脏病去世。正啊，咱叔啊，我家给我爹捎个信，我不嫌过支架了。那么这个戏呢，是说呢，赵本山演这老汉呢叫魏宝德。这么是魏宝德救猪嘛，就是这搞笑，跟着这个老伴俩人的到这个城里来看病，就是讽刺现代这个医院呢，看病贵看病难。你宝它里边有一段故事情节很有意思，看牙拔完了，这牙没出来，掉嗓子眼了，他说坏了，卡这儿了，告我啊，这就不归我管了，这下一步呢，你得上头科。就是这个，他就是讽刺看病贵看病难。像这样尖锐的讽刺看病贵看病难，给老百姓出气的，有的时候可能搁到央视春晚的平台上，央视审查会认为你这个是不太上海医院不好吧，打击面太大了。但是在辽台上没事，这就可以过。但是这里还很有包袱，赵本山当年不是当了辽足的董事长了吗？所以在里边说我训练呢，我这一天老忙了，快走吧，检查完了我还得踢足球呢。你啊，调辽足去了。哎呀，不是辽足，这是我们单位的足球队。我寻思你调咋的，我也应该知道。厉害，当时低考大舅，所以这个小品是非常符合辽宁地面特色的。那么2007年呢，辽台春晚的小品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创作的。2006年的时候呢，播了《乡村爱情》第一部，一下子火了啊，收视率高的吓人。所以借着这个热乎劲儿，2007年辽台春晚也推出了《乡村爱情》这部小品。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因为在《乡村爱情》第一部里的谢大脚和长贵两个人好事多磨，始终也没有能结婚，那么就让他俩在这个过年这时候结婚。良辰吉时已到，下面咱们就给新人接债头啦。对。怎么着？让我先接啊？什么？谁能过去？你这样现日子人家结婚，你接啥盖头啊？然后这里边主要人物赵一田啊、刘英啊、什么这个刘能啊、谢广坤啊、谢永强啊、陈彦南呐，什么王小蒙啊，全出场，就弄了一个大团圆。而中间让结婚典礼上，赵本山演的王大拿出来了。哎呀，我来的早不告诉一声，我赶上了啊！不是，我得表示，老同学。你就太客气，不用说你干啥呀？你不用，你借，我也不是给你的，你用不用的大脚我来，我也得给他呀。最后表示人俩结婚，他要入股，
其实是要给象牙山偷丝入骨，是这么一个包袱。这个小品呢，应该说整体的创作的不是很细致，但是呢热闹，也符合咱们春节的时候那种祥和的气氛，也符合乡村爱情这个热。哟，我陈天台乡，谁说的心啊？哦，这是的。到了2008年，辽台春晚的小品呢，又推出了一个过年了。可是这个小品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为什么这个小品呢？是说的农村里头啊，这些家都剩妇女和领孩子在家过日子，为啥？老公出国打工了，那么留在村里的唯一的2个男的，一个会计再带一个助理，叫龙三儿。说过年呢，假装拿着他们丈夫的信来慰问大家来，就给这些妇女啊一个心理安慰。说为什么这个小品引起争议呢？就是这里边的尺度问题。就这里头的台词啊，有的地方呢涉及一些和男女有关的一些玩笑，所以就这个玩笑能不能开到哪儿，这是个问题。你比方说像这样的玩笑没问题，在过去的1年里，我们哼喽戴着破眼镜，你说装什么文化人？你说在过去的1年里，哎呀，姐夫啊，小样，对付你们这帮妇女没有2套设备是不行的啊！这没问题，但是另外有一些包袱就有点涉嫌我们说的婚包袱了。卸在哪儿呢？卸在哪儿呢？大叔，你们卸在大上走着呢。废话，不过捎来的是口气呀，口气，我可以嘴对嘴的向你们传达。你看这个多多少少啊，哎，有那么一点荤。再比方说这里头演那个龙三的成也聋子听不见，人家问说这个能不能帮我们干什么活啊？我行，底下辣末石头驴，可以缺头驴，我行啊，真咋看？解决了，二师傅，俺家奶牛在配种了，你们家奶牛配？我行。可是得像这样的包袱虽然引起了争议，那么这个整个小品的创作者崔凯，还有一些这个编剧都一致认为，像这样的东西在东3省其实很常见。那么在春晚这个形式下呢，东北3省辽台的春晚呢，把这些生活化的东西拿上来，农村妇女说话也直，有的生活当中阴差阳错出现一些包袱，哎，大家也认为这个没什么不得了的。可是我们不难想象，像小品当中这样一些包袱，如果上了央视春晚，那一定会被打响，一定会把这些包袱删得干干净净。我们在这一边紧好的，不要牵挂。我们在这里是外国人，是中国人，我们非常受尊重，和当地的非族人处的可好了，我们已经跟他们越有关系，跟他们朋友关系这俩越写飞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说这些，其实就是辽台春晚跟央视春晚之间有一些不同。从我们东北人的角度来讲，毫无疑问，辽台的春晚更加贴近我们东北老百姓。那么呢，09年、10年，赵本山接着给辽台春晚相继又推出了像就差钱儿这样的小品。那么这2个小品和我们前面说的辽台春晚不一样，这2个小品是本来先送给央视的，可是央视给毙了。生日快乐和就差钱，然后把这2个本子毙了之后，才挪回到辽台春晚演。可以说在这2次毙本的过程当中，咱们得说成全了小沈阳，亏了刘晓光。具体怎么回事，明天咱们给大家接着讲。在诸多的电影题材当中呢，有一类的电影题材属于老少咸宜的，尤其是对中国观众来讲，那就是乡土题材的电影。基本上反映农村生活这个电影。那么很多人呢挺爱看，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接地气，还有的人呢是对质朴的农民包括这个农村淳朴的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很感兴趣。但是我们拍的这个乡村题材的电影呢，往往容易陷入到2个固定模式当中。一种呢就是讴歌农民的淳朴，另外一种呢是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幸福生活。那么这种纯粹歌颂式的电影题材呢，以及最终升华到这个主题上呢，
容易使乡村题材的电影变得板结，不那么可爱。所以往往我们后来拍乡村题材的这样的电影呢，导演往往会在情节上和人物的个性上有意识地打破过去那种大团圆高大全式的模式。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说说改变原有这种固定模式的一部开山之作，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男妇女主任》。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这也不能算电影，这就是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一部扩大版的小品。那么你别小看这个扩大版的小品，当年它上映的时候呢，连续拿了华造奖、百花奖2个最重头的奖项。赵本山也凭这个呢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而且这部片子呢是赵本山涉足影视事业比较早的成功之作。这个片子是赵本山本人投资，村长让我去我就去。这考试这都不知谁做啊，你替他还会的，还真行。我行吗？与他差啥不行呢？你本来就是村民小组长啊。很多人呢看了这个片子觉得这个片子不装，就说这个故事情节其实是构建在一个农民吹牛之后，为了把这个圆过来这样一个情节。你比方说赵本山演这个刘一本，将来他是一个喜欢吹牛的人，而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遍地都是，也显得呢很可亲接地气。我说这怎么的一沾脚就生活了，我去开会去。你看这种人物，他当时是开会去了，替他媳妇开会去，到那各村的妇女主任都说我们村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搞什么活动。他有点不甘心，自个儿这装哑巴也不行啊，他也产生了跟人比较，我要拔拔份儿，所以他站起了我们村这个1、2、3、4、5，周一到周五天天都有妇女活动。我们的战斗口号是改革村风催满地，蓝和印妇女要争气，狠抓5、4、3、2、1，1、2、35不忘记。结果他这一吹大了，乡领导一看你这么典型，那你得向你学习啊！我们要组织这个考察团到你那去参观学习去，一下催漏的，让你开个会去。你说你这老师在这眯着听得了呗？虎爸发什么演讲呢？没办法，回到村里，他担纲起这个男妇女主任这个角色，来组织妇女搞各种活动。最后领导没来检查了，但是村里妇女的也让他这个热情给带动的，积极参加活动，不来也照常活动。就这么一个，当然结局还是俗套的大团圆。可是呢，他这个过程当中，却通过人性当中那些缺点，把这些人性当中很乐观的东西串成线儿。所以男妇女主任当时就打破了这个用有缺点的小人物来展示农村的生活。虽然也是主旋律大团圆，但是看的过程当中让你感觉不闷气。这个片子获得一个空前成功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宋丹丹、赵本山黄金组合。我们也记得这个片子是1999年2月末在全国上映了，而1999年2月15号这一天，大年30，在这一场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3个人合作了一个经典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我教白鱼，我教黑土，我71，我75，我属鸡，我属虎，这是我老公，这是我老母。这个小品我相信，假如要选这个30年来春晚上最佳小品，恐怕它非常有竞争力。那么这个小品演完了以后，那简直在全国炸响啊！老百姓是特喜欢这小品，反复的播，反复的看。那么没过半个月，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男妇女主任》上映，你想着借着春晚小品这优势，这能不上新高？迅速的这个电影就走红。村长俺再留一本替村里去开会，不过得多说2句。我呀，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是吧？
擦啥呀？你这么凶他呀？这窝囊的下碗饭都没吃，我咋凶他嘞？我这咋的啊？开了那会，谁也不净说了，是日哈。那么其实赵本山对宋丹丹呢，应该很长时间以来呀，有点不服气。为什么呢？你别看赵本山春晚小品之王，他没有和宋丹丹合作之前，他的小品始终是被宋丹丹演的给压着。等大家还记不记得宋丹丹第一次上春晚什么时候？1989年，他和雷克生、赵连甲合作演的《懒汉相亲》，也叫魏淑妃，女29，弟巨妻魏夫。当时这个魏族跟队腔调特别红，不少人都学。89年春晚，当时定让这个宋丹丹来演魏淑芬。宋丹丹那个阵儿呢，她是人艺出来的，是科位出身，对演小品就是玩票。但是找到她觉得好玩吧。本来他这小品呢，审查是靠后，就还都没有准备好的。前边呢，赵本山和这个演大辣椒那个李菁，两个人有个小品叫跳大神，哎，这效果非常好。可是跳大神这个多少沾点迷信的题材呢，最后春晚审查呢给拿下了。把他这拿下呢，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宋丹丹、雷克生、赵连甲这个懒汉相亲。所以你看看。赵本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作品没拿下，宋丹丹上去了，心里也憋火。你想谁当时奔春晚使劲上不去，谁心里都窝火。看人上去的，那能没点羡慕嫉妒恨吗？这是人之常情。结果转过年，赵本山很争气，给黄莴娟两个人合作《老年儿相亲》。大还记那个90年的小品吗？很搞笑。二位老人辛苦半辈，为了儿女烧金苦累。本来以为这个小品呢，那都当年老大了，最受欢迎的，可没想到人家宋丹丹、黄宏在元旦晚会上鼓捣出了一个超生游击队，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结果当年最火的小品是超生游击队，比这相亲火多了。一说小品第一笑精，大伙都说那宋丹丹，结果这一火又把赵本山压住了。所以那些年其实是宋丹丹的小品始终夹着赵本山。那当然通过跟范伟合作的红磨坊模特队刘大叔提干，一直到一点点后来到了卖馆卖车，那赵本山真正的春晚小品王了。那么赵本山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机会跟宋丹丹合作，可是他心里认可宋丹丹演小品真是好举报，演啥像啥，还夸张的那种情绪啊，恰好到位。所以98年的时候拍男妇女主任，赵本山直接给宋丹丹打电话，能不容嘞？在我这里边，你演女主角，我演男主角，咱哥俩合作哟。因为这个期间呢，可以说赵本山跟宋丹丹没断了联系，包括宋丹丹呢婚姻出现裂痕的时候，赵本山也经常打电话劝她安慰。所以这个宋丹丹对赵本山呢，本能认可，觉得这东北老大哥哎，人还挺实在啊，虽然显得土点哈。结果这一叫他呢，宋丹丹本能的想着，胳膊义气得捧个场。可是他也犹豫，为啥呢？他觉得自个儿的角色呀不太对劲。你看94年拍《我爱我家》，他里边演的和平北京媳妇儿，刀嘴豆腐心，嘚啵嘚啵嘚啵做这个，哎，宋丹丹就是北京人呢。你想吃什么，我现在得给你做。你有出变脸得去，我奶奶来你们家吃，头回来你们家，要不你给我做点吧，我饿着呢。哎，可是呢，你这个男妇女主任里头呢是个东北媳妇儿，整个的风格啊，跟这个北京人的幽默完全不是一回事。宋丹丹就怕自己呢达不到东北人那种啊与生俱来的幽默感，那种性格，可能演戏的时候呢比较拧巴。所以宋丹丹开始就很犹豫，但后来呢也架不住赵本山一而再再而三劝，你来吧，演这戏行感，你拓展一下戏路，就你能演，就你搞笑。就这么着把宋丹丹好说歹说劝了。不来嘞，你急人我啊，你干哈呀你？我就得刺激刺激你。
先生可不瞎，你还整地顶下去呢是我。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是我。劝来了呢，但是两个人在演戏过程当中摩擦不断。为啥呢？他不是一个路的。你琢磨琢磨，赵本山也没上过北电，也没上过中戏，也没去过人艺。在表演上来讲，赵本山虽然很了不起，但是用我们通俗话说，那是野路的，不是正规科班出身。宋丹丹不一样啊，正经的科班出身呐。话剧那台词的功底那是很厚的，而且对台词这种把握，对剧本这种理解，把剧本吃透了，咱俩得照着来呀。我这情绪都在这里边呢。可赵本山不是二段演员出身呐，在台上容易兴奋，一在镜头前也是演着演着吧，他按自己路走了，想说啥是啥，不按本的来。因为我们现在看，你包括乡村爱情像这样的电视剧，赵本山在现场，他在管控徒弟时候也面临着问题。这些二专演员演戏愿意飞，就是根本不按本子走。现在赵本山当导演也得约束他徒弟，尽可能按本子走。就二专演员特别愿意即兴发挥，你这是跟他对词对好好的，上去一演马上就走形。所以宋丹丹当时很不愿意，就不断指责赵本山：“你干嘛你呀？你这野路的，你不按剧本这台词说，我怎么接？你不坑我的吗？”完了，宋丹丹经常教育赵本山：“你把你小品那套东西收起来，这是电影电视，这是属于表演的高雅艺术，你别玩你那套小品东西。做演员第一课就是这样。哎，你要不懂，我告诉你，记住，以后你的衣服到的就不要。”这一说把赵本山气坏了。赵本山说：“你什么阳春白雪，什么高雅呀？这玩意儿又没人看，你演再好也白扯，你得老百姓喜欢。”你看俩人犟到这儿，讲到这儿，宋丹丹就跟小品里面说的伤自尊了，不干了。那过去唱二人转都是咱俩唱一副价，怎么的这稀里糊涂的就让我下岗了呢？这个我们刚才说这部电影男妇女主任是赵本山投资，顺了女一号罢演了，你想怎这话工期抻长了，损失谁受？他受啊！我觉得被赵本山没招着，求宋丹丹打妹了，你呀，哎呀，妈着着，好说歹说给劝回来耶。可是，在接着演的时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就赵本山是按本子演了，可是这时候俩人又有新的摩擦，什么呢？这个宋丹丹呢，对这个精益求精。比方说演绎这一条戏，演完了以后，赵本山挺好过，想说别，再来一遍，我刚才的情绪有点不对，我应该这样那样。那再来一遍，那再来一遍。那时候不是数码拍摄，胶片拍摄，那是钱呐。我说谁投资？赵本山投资，谁亏钱？他亏钱了。赵本山心疼的，觉得这一条就挺好了，你还再来一条干啥呀？俩人在这上又有摩擦，到后来赵本山也不请宋丹丹，他觉得可以就过，不按宋丹丹说再重新排。宋丹丹就急了：“你这不回我吧？”出来以后，当我一看宋丹丹演这什么玩意儿，一检查不，您听我昨晚就去爱逛我，今儿上午来的，就做找我。能听人说话的，你说光一人说啊，你说又跟赵本山闹上别扭，又怕演。哎，赵本山又来劝大辈子啊，赶紧来演了嘛。反正这个戏拍起来，两个人这摩擦不断，但这个摩擦呢，都是围绕着表演，都想把它弄好喽。两个人都属于争强好胜，就是不压对方一头都难受的这样的性格。就这么的，98年这男妇女主任拍完了，春晚的导演找到赵本山，说这个你得上的小品。赵本山就琢磨找谁的，那是黄宏也找宋丹丹。当时黄宏拿着什么本的呢？大伙儿禁闭的和句号合演那个，哎，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家岗棒啊？车带冒泡的那个小品，拿这本子找宋丹丹，宋丹丹一看这本子不行，这本子太一般了。之后黄宏找的句号演。那么这边呢，赵本山早就有心思想跟宋丹丹合作，就这个时候呢，本子设计出来了。昨天、今天、明天，利用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当模子。哎呀，这个创意非常好，所以设计出了这个。拿着本子，赵本山找宋丹丹一看啊，宋丹丹一看这真是好本子，于是也动心了，准备重新杀回小品界。
可是这么两个腕儿合作，固定有问题。在小品舞台上，赵本山想，我这地方我是在春晚都站住了哈，我演出任何小品，赵本山我都绝对核心。你看，包括后来我们看像拜年呢、卖拐呀这样的小品，那里边高秀敏没多少包袱，范伟也不懂，主要包袱都在赵本山这。所以赵本山之霸气在台上，包袱里是我的。可是宋丹丹啊，凭什么呀？你是腕儿，我也是腕儿啊，凭什么跑包袱都给你不赢？该猛了，你闭嘴，你不玩嘛，行吗？啊，你就听我的，听我指挥做，行吗？行，你放心，俺俩那得是无说拜龙牛里的。我做，反正你挣包袱你不给我，或者这宋丹丹有特点，比方说头一天一演出，赵本山那把有包袱全炸响了，宋丹丹马上回来，大哥把这包袱给我，你要不给就哭就急。在我爸眼，赵本山也没办法，行，这包袱给你，我再琢磨一个。但赵本山再琢磨包袱不一样，我一定得压你一头，比你的还好。所以两个人当时在这上不断摩擦，不断碰撞，不断打架。最后呢，把这个小品打磨的几乎尽善尽美，10几分钟演出时间，30多次掌声，里边每个包袱都响，就剩一句了，一句话，发自肺腑的，对，发自肺腑的。我十分想见赵宗祥。还有昨天、今天、明天这个小品的磨合过程，你会发现呢，为什么能出这样精品呢？是这两个人都争强好胜。你比方赵本山一坚持，宋丹丹认了，听大哥的吧；或者宋丹丹一坚持，赵本山说我都听你的吧，我跟你走吧，不可能有这样好的作品。两个人都争强好胜，都想压对方一头，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像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是双方不服输，互相较劲，留给我们的。那么文艺作品也是一样，如果一方在台上主导，另一方完全跟着他跑的话，效果也不见得很佳。两个人的彼此争强好胜，都想压对方一头，这时候就会在作品上下很大的力气琢磨。所以这种争斗呢，在这个文艺作品里边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演员都争强好胜的话，只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文艺作品必将大放异彩。所以说，如果一个演员他没有这种积极向上劲头的话，他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角儿。对，今天我们说这男妇女主任和昨天、今天、明天，就证明了赵本山、宋丹丹这两个腕儿，他为什么是中国小品界乃至影视圈里的大腕儿。